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徐录新剧《12重杀局》24季，谁是赢家？长安34季的片花一出，就让人心里痒痒。诚意这次演的谢怀安，可不是莲花楼里那种云淡风轻的侠客了，而是一个挥突着家族仇恨，眼神里都淬了毒的疯批复仇者。徐璐饰演的白婉，也一改往日温婉做派，摇身一变成了个密默如深的女子。这俩人同框，电光火石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古装剧如过江之鲫，能让人记住的又有几个？观众的眼界也早就被养刁了，单靠堆砌流量明星和精雕细琢的服化道，很难让人买账。那长安34季凭什么敢叫板，觉得自己能成为下一个爆款？乍一看，这剧讲的是复仇。谢怀安韬光养晦，潜伏长安，跟12个反派斗智斗勇，听着就让人肾上腺素飙升。可惜琢磨琢磨，复仇剧这些年还少吗？从《琅琊榜》到《庆余年》，桥段都快被用烂了，无非是主角隐忍不发，运筹帷幄，最终手刃仇仇。长安34季的弦外之音，或许在于他试图描摹的不仅仅是义气之争，更是潜藏的社会痼疾。盛唐夜幕下，长安城看着歌舞升平，实则暗潮涌动。权力的倾轧，人性的乖戾，都蛰伏在这纸醉金迷的表象之下。谢怀安的复仇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种病态秩序的一种反驳。当然，这种反驳势必伴随代价。预告片里，谢怀安那句在复仇的路上，我见不得任何一个仇人的享天年，听得人后脊发凉。为了复仇，他不惜堕入泥淖，变成一个自己都厌弃的妖魔。这种极致的复仇也引人深思，复仇的真谛究竟为何？是为了伸张正义，还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？有人说，复仇剧是社畜的白日梦。在逼仄的现实里，我们很难像主角那样，凭借一己之力逆天改命。但在荧幕之上，我们可以看到主角披坚执锐，最终的偿所愿，这或许也是复仇剧能俘获人心的原因之一。但从另一个角度讲，过分沉溺于复仇剧，也可能让我们滋生一种偏执的情绪。当我们习惯性地将问题的矛头指向奸佞当道时，是否忽略了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弊病和社会结构性矛盾？仅仅仰赖个人复仇，真的能药到病除吗？再来说说演员。诚意这几年靠着《琉璃沉香如屑》等剧圈了不少粉，但他的演技也一直饱受诟病。有人觉得他演的古装剧千篇一律，只会咳血和苦练。这次在《长安34季》里，他挑战疯批人设，或许能让观众眼前一亮。至于徐璐，他的演技一直可圈可点，但始终缺少一部能让他一飞冲天的作品。长安34季对他来说，也是一次难得的际遇。如果他能将白婉这个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诠释到位，或许就能迎来事业的转圜。另外，老戏骨的加盟也是这部剧的定海神针。刘奕君、王劲松、倪大红，这些名字一摆出来，就让人觉得稳如磐石。他们炉火纯青的演技，无疑会拔高整部剧的格调。不过，演员阵容豪华，并不等同于剧集质量上乘。关键还是要看剧情是否经得起推敲，制作是否精益求精。如果剧情注水，逻辑硬伤频出，再好的演员也回天乏术。长安34季能否一炮而红，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。但起码，他抛出了关于复仇、正义以及个体与集体关系的诸多命题。当我们沉浸在跌宕起伏的剧情里时，不妨也扪心自问，在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中，我们该如何直面不公和 injustice？ 预告片里，长安城的夜空被华灯点缀，
流光溢彩。但这表面的太平盛世，又掩盖了多少暗流涌动和局语？或许，只有当所有的阴谋都被抽丝剥茧，所有的真相都昭然若揭，长安城才能迎来真正的黎明，而我们也才能从这部剧中窥见一些关于人性和社会的更深邃的洞察。的影视大数据显示，80后、90后观众最吃智斗型男主这一套，像《琅琊榜》的梅长苏，靠脑子翻盘，圈粉无数。胡莹这角色，妥妥对标这路子，诚意的演技也够稳，眼神戏能让人起鸡皮疙瘩。我觉得吧，胡莹的逆袭故事就像咱普通人奋斗的缩影，谁没在生活里碰过严凤山这样的硬茬？但智斗戏的逻辑严密，千万别把胡莹写成开挂超人，不然观众可不买账。长安24季不光是胡莹一个人的舞台，群像戏才是真绝。徐璐饰演的侠女机灵果敢，不是那种只会喊救命的花瓶。她有次夜探严凤山府邸，偷情报时差点被暗卫发现，愣是靠身手和极致脱身，那场面看得人手心冒汗。童梦石饰演的侠士，忠义满满但有点莽，经常跟胡莹抬杠，两人拌嘴的戏份又好笑又暖心。还有叶祖新演的市井混混，别看他吊儿郎当，关键时刻站出来救场，活脱脱一个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草根英雄。这群角色在长安的权谋漩涡里各有光彩，比如侠女和胡莹之间，从一开始的互相试探到后来的生死相托，情感线细腻的让人上头。有次长安城外伏击战，侠女以1敌3，护着胡莹手里的密信，硬是杀出重围，那身手帅的让人想鼓掌。编剧研究专家李老师曾说，群像戏要想出彩的让每个角色都有血有肉，还得平衡主次。这部剧的群像戏看着挺有戏，但我有点担心，次要角色太出彩，会不会抢了主线的风头？得看导演怎么拿捏。说起制作，长安24季真是下了狠功夫。剧里的长安城，从巍峨的宫殿到喧闹的市井，场景切换像在看大片。服化道也讲究，胡莹的青山儒雅，侠女的劲装利落，连严凤山的战甲都透着霸气。光影运用更是绝，比如胡莹和严凤山对峙的戏，阴郁的色调配上紧凑的剪辑，紧张感拉满，活像在看谍战片。但这剧的野心不止于好看。胡莹从底层逆袭，靠智慧对抗权势滔天的严凤山，简直是普通人对抗不公的缩影。他有次利用严凤山的眼线，巧妙传递假情报，硬是把对手逼得露出马脚。这不就是现实里咱小人物在规则里找突破的智慧吗？的影视报告显示，观众越来越爱兼具娱乐性和深度的剧集，这点上长安24季算是抓住了风口。我看这剧的画面是硬件，现实隐喻是灵魂，但得悠着点，别让隐喻变说教，不然就成鸡汤剧了。长安24季集齐了顶流演员、烧脑权谋、精美制作和现实共鸣，2025年代播剧热度榜前3的宝座可不是白做的。不管是权谋棋局还是生活江湖，智慧和勇气永远是翻盘的王牌。